Hello，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看看您提供的这些笔记，特别是关于廖老师他对佛法的一些看法。嗯，里面真的蛮特别的，不只是传统佛学，还加了很多像是能量层级啊、物理学概念，还有他自己的体悟。对，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就是帮您梳理一下，从这些资料里看看廖老师对于心的本质啦，他怎么看实相啊，还有他强调的那个修行方法，抓几个重点出来。好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廖老师好像一直分得很清楚，就是真心跟意识。对，笔记里面写，真心是那个平等不变的源头，但意识就很多变，会去分别，甚至说是幻象、妄，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啊？这个可以说是理解他观点的一个关键点。关键点。对，根据这些笔记，真心有时候它也叫自己，就像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湖底，就是那个存在如如不动、自主圆满的指态，一直都在，不会变。了解。那平常我们感觉到的意识，也就是跟我这个想法连在一起的，就比较像湖面上的波浪。啊，波浪。对，心出心入变成意识，风一吹就动。也就是说，受到外在环境啊、念头啊影响，就一直变来变去。里面就充满了虚伪啦、好坏善恶的分别，这就是他讲的妄想、执着、分别、妄意识。所以廖老师会觉得，我们很多烦恼，就是因为把这个变动的意识当成那个不变的真心了。错把那个波浪当蝴蝶了。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那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些波浪、这些意识的迷雾拨开，回到那个源头呢？这就接到下一个重点了。他很常用平等平衡这个词儿，说善就是一，代表平等平衡，就是止于一正；那恶就是非一，代表不平等不平衡，就是有分别。对，这个平等平衡的说法听起来跟我们一般听到佛教讲的因果报应好像不太一样哎。是不太一样。他对因果的理解特殊在哪里？我看笔记还写到他用爱因斯坦那个 E 等于 mc² 去比喻。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廖老师看来宇宙最底层的规则其实就是不断的追求平等平衡。追求平衡。对，所以因果对他来说比较不像是奖励或惩罚，更像是宇宙自动校正回复平衡的机制。自动校正。对，他用E 等于 mc²，可能不是要做那种很精确的物理学对应啦，比较像是想表达因等于 m 果，然后再加上原 A 与 BB 的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对，强调一种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一来一回，最后一定要平衡的关系。像物理那样。有点那个味道。所以当我们起了分别心、对立心，造成了不平等、不平衡的时候，宇宙就会透过某些事情，就是他讲的了事、了业、了缘，来把它调回来。把它调平。对，重新达到阴阳平等。所以从他这个角度来看，您生活里遇到的好事、坏事、顺境、逆境，说不定都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大的平衡过程里的一部分。这个观点蛮颠覆的。那谈到修行呢，廖老师好像不太讲那些传统的仪式或形式。对哦，笔记里面反是提到他推一个像是长音圣号，比如说念 Om 或啊，用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还有那个很直接的100% 接受、100% 享受、100% 放下三部曲。正是如此，他好像觉得外面那些形式，比方说念佛号啦、吃素啦，如果里面那个真心没有对上，或者说不够专心，那效果可能就有限，甚至变成口是心非。像念佛号，它的目的是塑心于一佛，专心专念嘛。要念到无一丝杂念，才能一心不乱产生功效。专心很重要。对，所以他更看重的是那个内在状态的转变，也就是说，要彻底的放下。放下。而且这个放下，甚至包括放下对佛法本身的执着，连佛法都要放下。对，达到他讲的逢佛杀佛那种破除我执法执的境界。
因为要无一法，则至少得平等法，真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要达到那个最高的智慧境界。哇！然后接下来这点就特别有意思了，他非常非常强调亲证。亲证，亲自证明吗？对，意思就是真正的智慧是你真正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一定要从你自己的实践、你自己的体悟来。不是去迷信经典怎么写或别人怎么说，因为那是别人东西。不能只是听来的。没错，光是知道是不够的，得自己去证明、去体验。这真的很强调个人的体验呢。那笔记里还有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他把很多物理学的概念也拉进来了。对，像是用什么微中子、光粒子、元素去对应佛法僧。还有不同的能量层级，什么兆度、万度的，甚至说数字369是宇宙演化的法则，这个要怎么理解啊？这部分就看得出来，他很想把科学跟玄学这两块融合在一起。试图融合。对，他基本上是描绘了一个宇宙演化的图像，从最高能量的心或如来开始。他定义那个是100兆度，兆度是他自己创的单位吗？对，看起来是他用来量化那个存在状态的特殊单位。了解。然后就一步一步分化，能量降低，像佛是微中子，对应10兆度；法是光粒子，6兆度；僧是元素，3000亿度。哇，数字越来越小。对，然后再生出神鬼万度，人1000度以下，最后是万物。这整个是他描绘的宇宙诞生和演化过程。那369呢？他认为369是这个演化过程里面很关键的频率或者是基石。这边就特别值得玩味了。像他这样大量用物理学的词汇，用数字来建构这个宇宙观。对您来说，是让这些概念感觉更具体、更好懂了吗？还是反而觉得产生更多问号？这倒是个好问题。好，那经过我们这次的探讨，大概梳理出廖老师思想的几个重点了。第一个是区分真心跟意识很重要。第二个是宇宙有一个追求平等平衡的法则。然后第三个是他那套很强调放下、一心不乱，还有最重要的亲证的修行方法。没错，总结来说，他的观点真的有他自己的一套，挑战了不少传统的说法。而且非常鼓励大家呀，要透过自己的实践去找答案，不要只是依赖外在的权威，或是陷入迷信。最后也留个问题给您思考一下：如果我们试着用廖老师这种融合了能量啊、物理学啊，又这么强调个人体验跟责任的视角，重新去看看您本来就熟悉的佛学智慧，或是您自己现在学习的方式，会不会给您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新启发，或是有种的感觉呢？